猪肉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主角，美味又营养。然而您知道吗？猪身上有些隐藏的部位看似平常，实际却是毒素集中营。误吃了这些部位，可能让您面临高血压、肝肾疾病，甚至慢性中毒的风险。今天就为大家揭开猪身上6大饮食禁区的真相。一些部位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出售，但黑心商贩却可能将它们搅碎混入肉品，天天出现在您的餐桌上。这是一份关乎全家健康的排雷指南，赶快一起来了解，远离这些看不见的危机。第6名，猪脑。许多人相信以形补形，觉得吃猪脑能补脑，甚至把猪脑当作滋补佳品来享用。在某些地方，麻辣猪脑火锅、猪脑汤可是赫赫有名的料理，但是猪脑的危险被它细嫩的口感掩盖了。它实际上是个胆固醇炸弹。猪脑含有极高的胆固醇，每100公克猪脑的胆固醇含量约有2500毫克，远超过日常建议摄取量的上限。换句话说，吃上一小碗猪脑就等于吞下10多颗蛋黄的胆固醇。一旦胆固醇摄入过量，它会在血管内沉积，造成动脉粥样硬化。长期下来，高胆固醇容易引发高血脂和心血管疾病，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。想象一下，一位中年人大快朵颐吃下一份猪脑煲汤，短时间内他的血液中充斥着油脂，血液变黏，血压升高。对于患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人而言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。难怪医生们直摇头，认为猪脑是伤心又伤脑的食物，不仅无法补脑，反而可能伤了您的心血管。除了胆固醇问题，寄生虫和细菌也是猪脑潜藏的危机。猪的饲养环境复杂，猪脑中可能带有一些寄生虫卵或病原体。如果烹调不彻底，像旋毛虫、弓形虫等微生物就可能随着猪脑一起进入人体。旋毛虫会寄生在肌肉，引起剧烈肌肉疼痛和发烧。弓形虫则可能影响神经系统，严重时导致脑部感染。尽管猪脑煮熟后口感会变差，许多食客为了嫩滑的口感，往往不敢煮太久，这就给了病菌和寄生虫可乘之机。曾经就有国外案例，因为处理猪脑不慎感染猪链球菌，导致脑膜炎，后果非常严重。综上所述，猪脑可以说是能不吃就别吃，它没有传说中那样补身，反而可能让您胆固醇爆表、血管堵塞，还潜伏着感染风险。与其冒着危险补脑，不如透过均衡饮食，多摄取深海鱼等富含优质脂肪酸的食物，真正达到健脑的效果吧。第5名，猪肝。猪肝一直有营养之王的美誉，富含铁质、维生素 A 和 B 族等营养素。很多人贫血时会吃猪肝补血，甚至准妈妈也有人热衷猪肝来补充维生素 A。然而，猪肝虽好，潜藏的风险也不可小觑。首先，猪肝是代谢解毒的中心，它处理猪体内各种有害物质，虽然不会把毒素原封不动地储存在肝脏，因为这些毒物多半随尿液或胆汁排出体外，但有一种东西却容易在肝脏累积，那就是重金属。如果饲养环境有污染，或饲料含有重金属如铅、镉等，猪肝往往成为重金属的蓄集地。长期食用受污染的猪肝，人体可能摄入过量重金属，导致肝肾负担沉重，甚至引发慢性中毒。举例来说，铅中毒会损伤神经与造血系统，镉中毒则可能引起肾功能衰退和骨骼病变。除了化学风险，病毒感染也是猪肝的一大隐患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戊型肝炎病毒。研究发现，许多猪只带有戊型肝炎病毒，但不发病。一旦我们吃下带有病毒且未全熟的猪肝，病毒就可能在人体内作祟，引发戊型肝炎。戊肝的症状与一般肝炎类似，会出现黄疸、肝功能异常，严重时甚至导致急性肝衰竭。有医院曾收治过这样的病例，一家人喜欢吃嫩炒猪肝，结果全家相继感染戊型肝炎，其中一位长辈因急性肝炎并发症险些丧命。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提醒我们，猪肝务必要彻底煮熟，特别是那些在餐馆里粉嫩爽口的猪肝片，看起来美味，其实暗藏凶险。猪肝本身的营养过剩问题也值得注意，它虽营养丰富，但也是高胆固醇、高嘌呤的食物。
每100克猪肝约含300-400毫克胆固醇，如果大量食用，同样会造成血脂升高。此外，猪肝中的维生素 A 含量极高，偶尔吃能补充视力，但是若天天吃、顿顿吃，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摄入过量，出现脱发、皮肤干燥，甚至肝脏损伤等维生素 A 中毒症状。对孕妇而言，过量维生素 A 还可能伤害胎儿的发育，所以丰富归丰富，也要适量。猪肝确实能提供某些营养，但千万别因为听信补血养肝之说就无节制的吃，更不能生吃或半生吃。购买猪肝时也要选择检验合格、来源可靠的渠道，降低重金属和病菌风险。俗话说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但再补的食物吃错了也可能变成毒药。对于猪肝，这句话同样适用。第4名，猪腰。猪腰也就是猪的肾脏，民间常说吃猪腰补肾壮阳，因此猪腰子炒菜、炖汤很受青睐。脆嫩爽口的腰花入口的确别有风味，但您可曾想过，猪肾的主要功能是过滤尿液，排出代谢废物，这意味着猪体内的许多废弃物、毒素，甚至残留的药物都会经过肾脏处理。虽然大部分会随尿液排走，但有些残渣可能滞留在猪肾组织中。如果所饲养的猪打过大量抗生素或激素，那么它的肾脏可能积累了这些药物残留。如果猪曾患肾脏疾病，代谢废物更会囤积在肾脏里。换句话说，不健康的猪往往会有问题，肾这种猪腰子的风险远高于正常猪脂。猪腰和猪肝一样，对重金属也有负极作用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特别是镉这种重金属更偏爱沉积在肾脏中。一些研究发现，年龄较大的牲畜，其肾脏镉含量往往明显升高。长期摄入镉超标的猪肾，可能导致人体肾功能受损、骨质疏松等问题。不法商贩为牟利，可能会把年老或病猪的肾脏混入销售，这更放大了健康隐患。此外，猪肾里也可能残留尿素和胺类废物，这就是为什么新鲜猪腰常带有一股腥臊味。大厨们在料理猪腰时，往往需要反复冲洗，去除剩余，以及用盐或面粉抓洗，才能把异味和杂质最大程度去掉。如果清洗不干净就下锅，残留的尿液和杂质受热分解，会让成品异味扑鼻，卫生隐患也增大。当然，猪腰子本身也是高胆固醇和高嘌呤的富贵食物，大量吃猪腰不仅不能真正壮阳，反而可能升高血脂，诱发痛风。特别是痛风患者和血脂偏高的人，更应该敬而远之。很多老饕享受的是那一口爽脆，但您得明白，为了这口感冒的风险可不低啊。总的来说，猪腰能不吃就少吃，想补肾，不妨通过均衡营养和规律作息来实现。千万别迷信所谓偏方把猪腰当灵丹。第3名，猪肺。不少人爱喝猪肺汤，尤其粤菜里的胡椒猪肚猪肺汤，据说能润肺止咳。在中医观念中，吃肺补肺似乎有道理，然而西医专家却不这么看，甚至有国外专家直言，猪肺是猪身上最脏的器官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猪肺是呼吸器官，每天猪呼吸的空气质量如何，直接决定了猪肺的洁净程度。许多养猪场环境相对密闭，空气混杂着尘埃、氨气乃至病菌，猪在里头一住就是好几个月。它的肺相当于一个大型空气过滤网，把脏东西统统拦截下来。久而久之，猪肺内可能积累灰尘、病原体，甚至饲料中的毒物颗粒。有研究指出，饲料中的某些有害成分有将近60%会残留在猪肺里，因此猪肺实在称得上百尘缸，意指装满杂质的容器。除了充满灰尘和毒素外，猪肺还存在结构上的难题，它实在太难清洗干净。猪肺组织像海绵一样布满细小的肺泡和血管，屠宰后即使用清水反复冲，也无法让每个细孔都洁净无菌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清洗猪肺时要从气管灌水，使肺膨胀，再挤出血水，如此反复多次才勉强洗净。但即便如此，深层组织里也可能藏着残血和病菌。曾有医院收治过因吃猪肺引起感染的病例，患者疑似食用了带有结核菌的猪肺，
结果罹患肺结核，治疗过程相当艰辛。虽然这是个案，但猪肺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，猪肺被直接禁止作为食品销售。例如，美国的食品法规就不允许宰杀后的牲畜肺脏供人食用。这意味着，在那些地方你根本买不到猪肺，因为监管机构认定其卫生风险太高。相较之下，我们身边依然有人把猪肺当滋补品，但实际益处并没有想象中多。从营养角度看，猪肺的蛋白质含量一般，微量元素也不突出，反倒和其他内脏一样富含胆固醇。如果为了润肺去狂补猪肺汤，结果搞不好肺没养好，血脂先养高了。综合来看，猪肺实在不是理想的食材，尤其是对呼吸道有疾病或免疫力较弱的人，更应避免食用猪肺，以免引入不必要的感染风险。如果真的特别喜欢猪肺的口感，也一定要买检验合格的猪肺，回家充分清洗并长时间煮熟，以降低风险。总之，猪肺这道菜还是少吃为妙，毕竟医生都说不碰猪肺不是没理由的。第二名，猪大肠。香卤大肠、爆炒肥肠、大肠面线等猪大肠做成的美食可谓琳琅满目，不少人对那弹韧的口感情有独钟。但我们越是沉醉于它的美味，越容易忽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猪大肠是猪排泄残渣的地方，是实实在在的最脏器官。猪每天吃的饲料有相当一部分残渣和废物是通过大肠排出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猪大肠内壁附着了大量的粪便、残渣、细菌以及寄生虫卵。屠宰时，工人会尽量挤出内容物，但大肠内仍然残留着难以计数的微生物。据统计，动物肠道中常见的致病菌包括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等。稍有疏忽，它们就可能透过食物侵入人体，引发猛烈的肠胃炎。为了把猪大肠端上餐桌，厨师们确实要下一番苦功清洗。传统方法是将大肠翻洗，用大量清水加盐或面粉揉搓，反复洗上5-6遍，直到看不见污垢，闻不到臭味才算干净。尽管如此，用显微镜去看，大肠黏膜褶皱里依然可能藏着洗不掉的细菌。在外面餐馆，难保每一家都这么费功夫处理。如果清洗不彻底，甚至直接烹调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满满的病菌随佳肴入口，轻则上吐下泻几天，重则因严重脱水休克危及生命。而且很多人爱吃的肥肠，指的就是带脂肪的猪大肠，口感虽香，但更难清洗。肥肠外壁那层白色的肥膏里，其实也夹杂着不少淋巴结和小血管。如果连这些都没处理干净，等于把猪的免疫废物一并吃进肚。除了微生物威胁，化学污染和违法加工也是大肠存在的隐患。有黑心业者为了让猪大肠看起来又白又大，延长保存，会使用工业双氧水、漂白粉，甚至烧碱来浸泡清洗猪大肠。这些化学药剂残留对人体相当有害，过氧化氢会灼伤消化道黏膜，工业烧碱的强腐蚀性更不用说。一旦吃下这种化工大肠，轻者中毒，重者可能造成食道和胃的严重损伤。前些年多地就破获了此类黑心工厂，几千公斤泡过药水的猪大肠流入市面，所幸及时被查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就算撇开卫生问题不谈，猪大肠本身也是不折不扣的高脂高胆固醇食物。肥肠入口虽爽，但油脂含量极高，经常食用会导致血脂升高和肥胖。有营养学单位曾评比食物的升胆固醇指数，结果猪大肠名列前3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很多人戏称肥肠为美食界的香艳毒药，一边满足口腹之欲，一边暗藏健康风险。医生也建议那些患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冠心病、痛风等慢性病的人，尽量远离猪大肠这道菜。综合来讲，吃猪大肠确实要特别小心。如果实在想解解馋，最好在家自己动手处理，至少能多洗几遍，煮久一点，确保相对干净安全。吃的频率也请严格控制，毕竟再美味的食物也抵不上健康的重要。当您下一次夹起一块肥肠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一口下去值不值得？第一名，猪脖子淋巴肉。现在揭晓第一名，猪脖子部位的淋巴肉，也就是散布在猪头颈、
腋下等处的淋巴结组织。或许有人不解，淋巴结不就是个小漏斗吗？怎么会毒性这么大？然而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淋巴结，集中了猪体内绝大部分的病原和有害物质。淋巴结是免疫系统的重要关卡，专门用来过滤淋巴液，拦截病毒、细菌等外来入侵者。猪在成长过程中打过的疫苗、得过的感染产生的毒素和病菌残体，很多都堆积在淋巴结中。此外，淋巴结还会吸附某些重金属和代谢废物。可以说，猪的淋巴结是它身体里的垃圾中转站，里头尽是猪不需要的，甚至对猪有害的东西。试想，如果人吃下了这些垃圾，不是把猪体内的毒也吃进来了吗？更危险的是，猪脖子附近紧挨着猪的甲状腺。一般正规屠宰会把猪的甲状腺摘除丢弃，但有时不法业者为了省事或牟利，可能没有彻底剔除，导致甲状腺组织残留在肉中。甲状腺是什么概念？它富含甲状腺激素，而这种激素对热极为稳定。一般烹饪温度下，无论煮沸还是油炸，都无法将其破坏，必须加热到600度以上才行。我们根本无法在日常烹调中解除甲状腺激素的武装，吃下去会怎样呢？医学研究指出，人吞食约3克的新鲜甲状腺组织，就可能引发急性甲状腺中毒。患者会出现甲亢症状，例如心跳加速、血压飙高、烦躁多汗，严重时还可能引发心律不整，甚至危及生命。这还真不是夸张吓人。曾经国外有多起病例报道，一些人吃了混有牛、猪甲状腺的绞肉后，出现莫名的甲亢，手抖、心悸，折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。这就是所谓汉堡甲状腺中毒症的由来。正因为淋巴结和甲状腺的双重毒性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食品安全法规定，猪肉中必须剔除所有可见淋巴结，不得销售含淋巴组织的肉品。也就是说，按照标准，市场上根本不该出现淋巴肉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总有不良商家铤而走险，把这类禁售的部位卖给消费者。更加隐蔽的是，他们往往不会明目张胆地卖猪脖子肉，而是将淋巴肉混入其他肉类。常见手法包括将大量含淋巴结的槽头肉，也就是猪头颈部位带淋巴的肉，绞碎掺在绞肉、香肠、角质馅中一起售卖。外观看来只是便宜的绞肉或肉碎，但其实暗藏淋巴结。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等于把动物免疫垃圾和甲状腺激素一并吃下肚，风险极高。近年来，已经有多起轰动的案例曝光。2021年，某知名食品公司生产的预制梅菜扣肉，被消费者发现肉块里夹着大量灰白色的淋巴结，掀起轩然大波。2020年，某地监管部门抽查时，发现多家超市在售的冷冻槽头肉中，淋巴结密密麻麻，未经摘除，随即下令全面下架。2019年，某连锁餐饮店被曝光使用含淋巴结的猪肉制作菜肴。调查发现，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，故意采购价格低廉的含淋巴结猪肉，并在加工过程中未进行处理。甚至早在2018年，就有市场肉贩因违规售卖含淋巴结的猪肉而被查处。这些案例无一不证明，淋巴肉虽毒，但在暴力诱惑下，仍有人铤而走险。我们普通消费者必须提高警觉，才能保护自己的餐桌安全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识别和避开淋巴肉呢？首先，购买整块猪肉时，多留意肉面上是否有颗粒状、豆状的灰白结节，尤其是猪颈、下颚、腋下等部位。如果摸起来有硬硬的小结节，那十有八九就是淋巴结，千万别买。第二，尽量选择正规渠道购肉。大型超市和持证肉店对猪肉的检验更严格，被夹带淋巴肉的几率较小。第三，对价格异常低廉的猪肉制品要存疑，1分钱1分货。如果某种猪肉馅料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，极可能就是拿违禁部位搅和的。最后，购买猪肉加工品如香肠、肉丸等时，认准有信誉的大品牌，大厂通常不敢以身试法，比较可靠。总而言之，猪脖子淋巴肉绝对是碰不得的头号毒王，它看似不起眼，却集合了病菌、寄生虫、毒素和激素于一身，其危害程度丝毫不亚于剧毒化学物质。难怪有医生警告说，吃淋巴肉毒过砒霜。
就算侥幸当下无事，长期低劣饮食累积的慢性伤害迟早会爆发。在这里也奉劝那些不法商家千万别拿黑心钱，食品安全无小事，一旦东窗事发，法律制裁和良心谴责都会找上门来。看完以上介绍，相信您对猪身上这6个危险部位已有了深入了解。我们总结一下，猪脑高胆固醇伤血管，猪肝潜藏重金属和肝炎病毒，猪腰积累毒物伤肾又诱发痛风，猪肺染满灰尘病菌难清洗，猪大肠遍布细菌寄生虫且脂肪惊人，猪淋巴肉更是剧毒之源，法令禁售。或许您会问，那猪肉到底还能不能吃？其实只要避开这些雷区，猪的合格可食部位，例如瘦肉、里脊、腿肉等，仍然是优质蛋白的来源。但我们务必要提高食品安全意识，对来路不明的猪肉部位说不，对偏好重口味的内脏美食保持节制。健康饮食的原则永远是适量、均衡、多样，而不是迷信某种部位有奇效。当前生活条件好了，我们大可不必像老一辈那样什么都不舍得扔，该弃掉的东西就应该弃掉。比如上述这些猪的部位，即使再便宜、再美味，也不要轻易入口，远离饮食雷区，守护家庭健康，这才是最值得的美味。希望本期内容能给您提个醒，也请您把这份猪肉黑名单告诉更多亲友，让大家都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健康康。